你听说过天行御空己1000高超音速导弹吗？没关系，这款导弹和它的制造商可能今后要火遍大江南北。哦，对了，小编说的这个江是日本的信浓江。2025年11月25日，一家名叫凌空天行的公司公布了他们的最新产品，一款射程500到1300千米、速度5到7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从外形上看，这就是一个青春版的东风17。中国的民营企业都能手搓东方17了吗？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中国民营企业都能造高超导弹了，这你敢相信？据报道，四川凌空天行科技居然对外推出了一款名为御空己1000高超弹。光听这名字就够霸气了，更别提它的性能参数，简直是把降维打击4个字写在了太平洋对岸的脸上。官方介绍视频显示，该导弹支持500到1300公里射程，可完美覆盖第一岛链，5到7马赫的飞行速度，现有绝大多数防御系统在它面前形同虚设，拥有360秒动力巡航时间。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依靠惯性滑翔，而是在中段拥有持续的动力支持，大大增加了射程和末端存能，让拦截概率无限趋近于0。此外，它采用类似东风17的乘波体弹头，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长距离滑翔以及末端机动变轨。而且它采用了钱学森弹道，飞到预定空域后可以自动识别目标，如果对方启动了反导拦截系统，它还可以自动规避。它可以通过陆基发射车部署，专门针对海上移动平台和各类舰艇实施精准打击。而它的发射单元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集装箱，由卡车拉到指定地点之后远程控制启动。从发射过程来看，这东西完全可以在某个不起眼的岛上或者什么钻井平台提前布置一大堆，等目标经过的时候突然远程开机进行齐射。为了展示打击精度，这个民企的工程人员在地上挖了个小洞，然后这枚5马赫以上速度飞行的导弹直接钻进了动力爆炸。怎么样，这个打击精度吓人不？更离谱的是，他们把最烧钱的2个痛点直接干碎了。首先就是防热材料，传统高超音速飞行器通常使用昂贵的碳复合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或者烧蚀涂层，这些材料不仅成本高昂，且加工周期长。而凌空天行直接宣布采用了改性特种水泥基复合材料作为主要防热结构。没错，你没听错，就是水泥。说的好听点是改性特种水泥，大白话一点就是自己调制的建筑水泥。不过经过他们特殊调制后，这种材料在1800度以上的气动加热环境下依然能保持结构完整，而成本却只有传统材料的零头。再者就是元器件标准，全弹90%以上的零部件采用工业级标准件，而非航空航天级标准件，直接把单发成本压到了传统高超音速导弹的1/15。这意味着在同样的国防预算下，中国可以生产出数量级压倒对手的高超音速武器储备，形成饱和攻击的绝对优势。据业内人士估算，一发御空己1000的出厂价可能仅在1200到1800万元人民币左右。相比美国仍在 PPT 阶段的高超弹，单发预计1.1亿美元，简直是白菜价中的白菜。这下真的可以说，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彻底白菜化了，这让老美情何以堪？他们研发了20多年，花了几百亿美元，至今都没有一款高超弹正式服役。而中国不仅国家队早已列装，连民营队也开始打出货架产品。当你发现对手连水泥都能玩出花来，你才会明白什么叫体系碾压。最炸裂的还是宣传片的末尾，凌空天行直接拿介入台海的外军军舰和日本列岛作为打击目标。相对于官方保守的风格，民企真是霸气侧漏，一点也不藏着掖着。估计日本那边又得破防了。日本人以为在与那岛国装了攻击性武器，中国这就没招了。你岛上的雷达还没开机，中国的高超弹就已经到你脸上了。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手搓导弹的民企不仅配备有1000万亿次高性能计算中心，还配备了电气综合实验室、控制仿真实验室、半实物仿真实验室、分离实验室、总装总测厂房，配属了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气动布局设计、弹道控制、分离、载荷环境、
动力、结构、电气、防隔热及发射支持等各个专业，具备完整的火箭总装队伍，可独立完成火箭总装、测试、发射实施全流程工作。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理想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去造最高科技的东西。小编看了他们家的其他产品，那都是相当的劲爆，主打的是高超音速太空载人飞行，像什么高速冲压发动机、什么飞控程序都已经造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些打马赛克的奇形怪状的火箭飞行器，完全不知道是干嘛的。那么这件事恐怖在哪里呢？一个是中国的工业体系居然变态到了这种程度，民企按照一定的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通用零件，就能做出高超音速的大杀器。第二是中国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居然变态到了这种程度，什么电器了、结构了、材料了，一家企业就能拉起一支研发、生产、发射全流程的队伍。这两者加起来，他们今天能手搓东风17，明天就能搓东风31，后天东风61就出来了。当举国体制全面启动，那产能真的就是东风洗地了。此外，一个搞发动机的民企，如今跨界到了导弹领域，而且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这速度放到美国，估计连立项审批都走不完。很多人以为中国军工全靠几大央企扛大局，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只看总承商和主要分包商，央国企确实占绝对多数。但是如果再往下面拆解2级、3级分包商，那民营企业的名字便会密密麻麻地出现。美国制裁的中国军工相关企业里，民营企业占70%左右，大部分是规模不大的专精特新企业，他们藏在各种产业园里，低调的连本地人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种全民皆兵式的工业动员能力，才是让对手夜不能寐的真正战略威慑。既然说到战斗力彪悍的民企，那小编就来说几个因军工出名的民企。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在中国建造出航母之后，美国本来准备在航母的相关产品上卡脖子，但是最后却发现，他们本来准备用来卡中国脖子的东西，竟然本来就是中国制造，甚至他们本身就一直使用的是中国生产的产品。这个故事其实是有原型的。当初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母舰辽宁号建成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航务阻拦索导致飞机无法正常的起降，差点让航母成了摆设。于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中国就选择向其他国家进行购买。然而问来问去之后，竟然只有美国愿意卖给我们，而且一根就要1000万美元的天价。虽然1000万美元中国不是出不起，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消耗品，美国这种行为根本就是在敲竹杠，中国是断然不会接受的。于是中国就向国内的各大相关企业提供了航母阻拦索所需要的条件，希望能够找到有能力制作的企业。这个时候看到参数的距离所距，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有一家外国企业长期向他们进口一种钢索，要求的参数和阻拦索的参数几乎一样。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原来美国的航母阻拦索就是美国军工企业向中国进口，然后加价卖给美国军方的。这样一来，中国就不费吹灰之力掌握了制作航母阻拦索的技术。而为了查清楚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中国就在国内展开了一场工业大摸底，看看民间的技术究竟发展成什么样了。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国内的很多民营企业竟然都深藏强大的军工实力，甚至很多军事强国都不如他们。当然，如果说距离所距制作航母阻拦索还算是专业对口的话，那么光微语句的军工级碳纤维就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了。在上个世纪末，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各种娱乐活动也开始兴起，其中钓鱼就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项目。因此，光微渔具为了能够造出更加坚固的鱼竿，就开始死磕碳纤维技术。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在这方面也有了巨大的突破，不仅一下子成为了国内渔具行业的头部企业，还一下子受到了国防工程的喜爱，使得光微的碳纤维材料被大幅度地运用在了歼20、运20等战斗机身上。此外，还有新生科技，作为国内最大的 PCB 面板制造商之一，新生科技的影响力遍布全球。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新生科技一直都默默无闻，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家公司的名字。让他们真正名声大噪的，还是一次来自于国外媒体的发现。当时美国的 F3 舰载战斗机内部构造被媒体曝光，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件，但是有眼尖的人发现，美国的 F3 竟然用的是新生科技的电路板，这一下子就让新生科技声名远扬。毕竟美国自己的军工技术现在怎么样不好说，但是能够被美国看上的技术，那水平绝对是杠杠的。除了这些，还有光启超材料、高德红外、山东的莱阳钢管厂等等，他们藏在民间，直到工业大摸底，一摸一个不吱声，这时才发现原来都是隐形王者。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